One Hotels 的东京首秀，顶级媒体 Traveler 将它定义为年度重磅，而对我们来说，东京的城市天际线上又多了一个塔景酒店的完美选择。One Hotels 这家在亚洲似乎不动声色的主打可持续的奢华品牌，其实早就在北美酒店圈子被分为生态奢华的潮流颠覆者。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品牌，那你至少会知道曾经有个酒店帝国，它叫喜达屋。而喜达屋之父 Barry Sternlicht 也是当年他一手打造的 W 酒店，用截然不同的潮流和先锋设计和当时的老派奢华分庭抗礼。而在这之后，他又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全新喜达屋帝国。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在现在的喜达屋旗下，将生态哲学做到极致的 One Hotel Tokyo。嗨，大家好，这里是 Q， 欢迎回到我的酒店频道。我其实期待东京的 One Hotel 开业已经蛮久了，那它终于在今年的3月份开业，我觉得现在是入住这家酒店的最佳时机。那接下来就请各位跟我一起 check in 吧。从1楼标志性的石材原木空间进入，电梯直接把我们送到了38层的高空大堂。而进入这个空间，你就能感受到它跟大部分的奢华酒店的气质有着明显的区别。进门右手边是低调的入住柜台，刚刚站定便会送过清凉的冷茶和温热的毛巾。而在这个空间内，你会感觉比起传统的酒店大堂，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社区空间，减少了一些物理上的功能隔断，视线可以通透地望向整个空间内的大量植物和远处的东京城景。在细节处，这里大量使用原木暴露在外的大古石，同时伴随着这里1500多棵真实的植物跟盆景，赤坂的高空就这么被缝合在了一座悬浮的微型森林当中。他们酒店的房卡是这种圆形的木质房卡，这个房卡我之前已经见过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包括这个房卡套在内，全部都是会回收再利用的，所以这个是拿铅笔写上去的。我们现在来打开房门，看看我们的房间。进入房间，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温润的家居气息。房间用大面积的浅米色打底，视线里错落着质朴的原木和植物，在隐蔽的光源下显得格外安静。从沙发的靠垫到床上的织物，手能触碰到的地方都保留着棉麻特有的天然颗粒质感。我们这次预定了一间塔景客房，房间面积是37平米。房间面积算不上奢侈，但在港区赤坂，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家。利用房间的结构，这里会有一个单独的起居区域。进门处是房间的衣橱和浴室，是一个非常规整的四方形房间，空间利用也算是做到了极致。迷你吧的柜子也被隐藏在进门的过道旁边。这个空间提供了咖啡机、水壶、茶包和各种饮品。他们这个迷你吧看起来其实还蛮赏心悦目的。这里准备了一些日本的 whisky， 然后其中居然还包含一瓶生气12年。我刚查了一下，这个酒价好像是6000日元，这里是50毫升。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讲，尝尝鲜也是蛮不错的，毕竟生气12年没那么容易买到。那除此之外，这里其他的一些选酒和这个酒店的品牌还蛮搭的，然后他们基本上会选用一些比较支持可持续的酒庄或者品牌。One Hotels 的重要卖点之一是极致的生态哲学，这也是你在这里看到更多自然元素的原因。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些环保措施其实做得很有心思。桌上的水杯来自喝完的红酒瓶直接切割打磨出来，握在手上会有一些沉甸甸的厚重感。洗手台上的各种备品也只是简单的收纳在透明的玻璃罐里，一目了然。房间中除了桌上准备的铝罐矿泉水，墙面上还配备了直饮水机。在这里有一些他们给我们准备的欢迎礼，这一盘水果，说实话放在东京真的已经算是非常丰富的欢迎水果了。那除此之外呢，这里准备了2支铝罐的矿泉水。我刚刚还发现这个矿泉水上居然是写了我的名字的，这个真的很用心了。那我印象还会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刚刚路过楼下那个大堂的时候，他们那个大堂会有一个可以自取的水果区域，然后在这个自取的水果区域呢，所有的水果都是免费的，它是来自于他们合作的一些果园，一些会有轻微瑕疵的水果。所以在这里住店的客人，如果你不介意这件事情，你可以无限的免费的去吃他楼下准备的水果。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子真的还蛮好的。这种生态哲学也顺着动线延伸到了公共配套上。隐藏在38层一角的是跟客房备品同品牌来自 Boundfold 的 SPA 中心，
健身房和泳池也被安排在同一个楼层。我觉得作为一个生活方式品牌，就真的不得不来他们的健身房看一看。这个健身房也是一如既往的充满了 One Hotels 的气质，并且同样的在这里居然也会有这么多的绿植。这个健身房看起来非常舒服，因为它在38层的楼上。那这里的视野其实跟我们的房间是一样的，你可以在这儿看着东京塔跑步，也可以望着窗外东京的都市去做一个瑜伽。而这家酒店的泳池也同样是充满了自然元素，在赤坂的高空有一个这样的17米长的外翼型泳池，简直就是都市日剧中港区男主的日常。而在这个区域中，让我最喜欢的是它会有一个户外的阳台，每到夕阳时分，落日就会在赤坂的高空把光线调和成柔软的橘黄色。站在这里吹吹风，最能感受到这家高空社区所传递的松弛。妮妮是这家餐厅的名字，源自日语里2个2的读音，它代表着双海岸、双文化和双韵律的共生。这是一家地中海风味的餐厅。在今年3月份酒店开业以来，这里已经迅速成为了我最爱的酒店餐厅之一。这里磁场真的很松弛，就算没有住店的计划，我也觉得很值得来这里吃顿饭。我刚看了一下他们这个餐厅性价比其实还蛮高的，我们刚点了这样的一个 course， 是14000日元，用现在的汇率来算大概就600多人民币。然后他们的环境和这里的 view， 我觉得是绝对值这个价格的。我可能后面要打算做一个东京的酒店餐厅推荐，我应该会把它收录进来。这家餐厅同样被安放在酒店的38层，可以坐拥着通透的空中景观。在大量绿植和裸露原木包裹的环境中，我觉得这里的菜单是诚意十足的。晚间套餐14000日元起，中午最便宜的套餐也只要5500。在东京都心的奢华酒店圈有着很难得的性价比。他们的餐前包准备的是这个佛卡夏，这个质感真的非常棒的感觉。它上面这个大的发酵桶，然后这个迷迭香的气息也很足。我们选择了晚间14000元每人的套餐料理。他们的出餐采用的是2人起点的分享制，这种氛围会比严肃的单人分餐模式更多一点居家的轻松感。他们的第一个前菜是一个鲷鱼，上面有3种的酱汁。这家餐厅我看了一下，他们主要是以那种地中海菜系为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用日本的食材来做这些东西。说实话，餐前的2样东西就已经让我觉得他们的出品非常不错了。烘烤的恰到好处的佛卡夏，外壳带有一层克制的焦脆感，但内里依然保持着蓬松和柔软。鲷鱼的鱼身保持着半透明的状态，调味上用了3种酱汁做的结构，分别是青绿的香草碎、柑橘风味酱，还有白色的花瓣。我们还在服务员的推荐下点了一道番茄，我真的很久没有吃到这么番茄的番茄了，而且摆盘也非常漂亮。里面的调料非常简单，我能吃到就是一些香料的碎屑和盐橄榄油。这个番茄本身真的很好吃，有种让我怀念到小的时候我外婆家里面园子种的那种番茄。这个5道式料理从第3道就已经开始有了鱼肉料理。它线上的这一块应该是一个干鲷，也是鲷鱼的一种。它这个皮真的非常脆。讲道理，他们餐厅的这个菜还都挺硬的。上到第3个就已经上了这么大一块鱼来了。将来自熊本县的鲷鱼先煎后烤，配上奶油酱汁和蔬菜，鱼皮酥脆的质感非常好，咀嚼之后甚至会有一些带有奶味的回甘。而紧接着最硬核的肉料理也跟着一起上来，这是一块250克的熟成和牛。我说这家餐厅性价比高的原因也在这里，他们菜的分量其实还都蛮大的，跟着牛排一起上来的还包括一份很大的烤罗马生菜以及3种食物的酱汁。哇，我真的没想到跟着这个牛肉一起来了这么多东西，然后这个牛肉居然还配了一盘超大的烤蔬菜。淡马牛是日本神户牛的母体血统，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日本和牛的鼻祖，再加上它熟成的工艺让肉香显得更加浓郁，这份和牛好吃已经是必然的了。但除此之外，我更想夸的是这个烤土豆，它应该是在烤完之后又炸了一遍，这个土豆的表面非常的焦脆，内里又是很柔软的质感，非常好吃。最后的主食是一份看起来很不意面的意面，这种意式意面在面团当中揉进了里克塔奶酪，然后做成了小贝壳的形状，吃起来会有非常浓郁的奶香味。它上面那个奶酪的香气很足，吃进去会有一股特别浓的奶香在里面，几乎有点接近于那种布丁的奶酪感。这份意面被我们几个朋友一致好评，我们在第2天又点了2份。如果你会比较喜欢奶香的气息，我一定要建议你尝尝这份面。最后用甜品收尾就可以完整的结束这个套餐料理。很好评的是，他们餐后的红茶也会配一块小曲奇，这块曲奇也非常好吃。总而言之，我觉得这算是一家可以让我反复来的餐厅。
除此之外，白天的大藤吧会在晚上的时候变成一个金酒的酒吧，你很难想象它居然能收集到这么多种的金酒。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是属于自己的一页菜单，东京更是分了不同的区的金酒蒸馏所。嗨，大家好，我们现在在他们的早餐厅。今天有个比较难过的消息，就是这个窗外的景色真的是有点糟糕，希望它可以快点好起来。那这个餐厅跟我们昨天的晚餐餐厅其实还是一样的，但是到了白天，我觉得它的氛围其实变化还是挺大。那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早餐有什么吧。早餐分为了单点的部分和自助餐的部分。单点的部分种类不算多，基本就是几种淡的料理和日式套餐。我在这2天分别尝试了他们的西式料理和日式料理，我会更推荐各位选择这里的西式料理，因为他们的蔬菜和面包都非常的优秀。自助餐的部分很惊艳的是会提供静冈的网纹蜜瓜，餐台的部分非常有水平，这里有大量的和当地品牌合作的产品。最牛的是这里有日本顶级精肉店御风堂的火腿，这家店只在群马县有线下的店铺，想要在东京吃到基本上要靠这种高端 B 端供货。除此之外，酒店的烘焙也是做得非常好，他家在白天会开一个咖啡店叫 Neighborhood， 可以专门去买它的烘焙。非常开心的是他们早上的时候会有鲜榨的橙汁，能在东京的早上喝到鲜榨橙汁的酒店确实是不多的。他们的班蛋水平做得非常好，水波蛋的熟度恰到好处，底部的英式松饼烤的边缘微焦，很神奇啊！它这个班迪迪克蛋里面不只有看到那个煮的菠菜，底下甚至还会有一些炒过的菜丁。吃起来你甚至会感觉这个班迪迪克蛋它会有一点点中式，因为它那个炒菜的味道其实还挺浓的。知道的，蜜瓜通常在日本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水果了，尤其像这种，它会刻意把皮留下来给你看，就是因为这种网格很深的纹路的蜜瓜，在日本是属于比较高级的货。一觉醒来，外面落着成片的阴雨，本来觉得有些扫兴，不过现在坐在这片窗前，看着隐隐在雾气中的城市丛林，倒是也生出一种迷失东京式的冷调。这种清冷的光线隔着玻璃，落进这个素色主打的空间中，意外的让人沉静。比起一味的大晴天，这种阴霾的雨幕，反倒让人更想在这个温暖的庇护所里，安安静静地享受一个人的时刻。在神仙打架的都心酒店圈中， One Hotel Tokyo 又留下了一种少见的轻盈质感。它绕开了宏大的环保说教，把生态哲学落在了红酒水杯、随处可见的绿植、各种小物件和视觉设计上。它给我的感觉像是在庞大严谨的城市秩序里缝合出来一座悬浮庇护所，温润且有边界。我会喜欢这家酒店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酒店业的可持续也是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我也相信，在任何的小的地方的可持续努力，都将会很大的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感谢各位看到这里，我是 Pio，让我们下家酒店再见。